海捞子。你听说过海捞子吗？这是在大海上讨生活的职业，但是跟普通的渔民不同，他们捞的不是鱼，而是真金白银。这所谓海捞子呀，就是专门在大海里干打捞财货的职业人。因为在广袤无垠的海底之下，还有着历朝历代沉入海中的无尽宝藏。其实啊，海捞子这职业就跟盗墓倒斗有着几分的相似，只不过呢，海捞子是在海底捞无主之物，可是盗墓贼那就是在路上掘有主之坟。不过这路上的坟冢啊，非王侯之种收获甚少，可是海中的沉船那可都是宝藏啊。海捞子这门职业在2000多年前就已存在，那时中国有了海上丝绸之路之后，沉海的商船数不胜数，有很多财物就此长眠海底，而这些长眠海底的财物之多，让人无法想象。据说啊，在东晋时期，反抗晋朝的卢循军队便派出了一支部队，专门到海上寻觅海底的财富以济军饷。后来反抗晋朝失败了，这部分残部就留在海上延续下来，从此就有了海捞子这一门职业。沉睡在海底的那是什么东西都有，除了沉船上的古董金银之外，还有着各种稀奇古怪之物，当然也有跟着船一起沉入海底的亡魂尸骨。老一辈人认为，这死在海上的亡魂是不能进入轮回的，只能成为孤魂野鬼，永生永世徘徊在海上。也正因如此，对于海捞子来说，这海里有着无尽的财宝，也有着让人看不见的未知和凶险。我们村里啊，当时就是有名的海捞村，村子里有一半的人职业就是海捞子。村子位于海南省潭门镇，地处琼海市东部沿海，这个海呢就是南海。自明朝开始，潭门镇的人就在南海打鱼讨生活，经常活动的海域就包括西沙和南沙。这南海不光是海产品丰富啊，还有着丰富的海底文化遗存。因为南海这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，所以那些遗存就是古代那些失事的沉船。因为这些沉船的存在，村子里的人就分成了两种，一种啊还是本本分分的渔民，另一种呢就是职业的海捞子。一个出海捞鱼，一个下海捞金。相对于收入不稳定的打鱼来说，海捞自然更为赚钱，但是风险更大。这海底下什么危险都有，每年都会有几个海捞子长眠于海下，再也上不来了。我们林家这就是传承上百年的海捞世家，爷爷林海龙更是其中的佼佼者。凭借着过人的天赋加上家传的本事，他能轻易地看到海底的沉船，凭借这一身过硬的本事，就闯出过海龙的名头。村里的人都愿意跟着爷爷出海，当然爷爷也是从来没让他们失望过，每次带领他们出海都能满载而归。我这小时候啊，最崇拜爷爷，喜欢听他讲各种海底捞宝的神奇经历，那巨大的海怪，诡异的幽灵，神奇的人鱼，这些传说的生物竟然都是真的存在过的。他每次都说的惊险刺激，险象环生，让我这心潮澎湃，恨不得赶紧长大，跟着爷爷一起下海捞宝。但是遗憾的是，还没等到我长大呢，爷爷就在一次出海归来之后患怪病暴毙了。而我呢，在成年之后，这才寻找到当年的真相。那时候啊，我刚7、8岁，
但是我仍然记得当时发生的一切。1972年8月17日，我就模糊地记得爷爷组织了一支强大的队伍。这村子里啊，好多个水性好的青年几乎都加入了那次的出海活动。我就隐约觉得爷爷这是要干一番大事儿。出海前的祭海大典搞得声势非常浩大。那船都出发10天了，村子里的人仍然难以掩饰的喜悦和激动。茶余饭后谈笑间都是充满着期待。然而1个月过去了，爷爷的队伍依旧没有回来，村民们依旧谈论着那次出海，可是语气已经变成绝望。村子里处处笼罩着不安的阴云。要知道啊，这海上没有淡水，船上带的水那最多就够他们用15天，这1个月都没消息了。村里大部分人都断定他们这是被龙王收走了，甚至有几家已经开始准备后事了。这村里的青壮年可是一下就没了一大半啊！这对于村子的打击可想而知。这个时候是最能看出人心的时候。以往爷爷带着村里人赚得盆满钵满，这村里人见了我们家的人，那都是笑脸相迎。每次出海之前，各家还都好烟好酒的伺候着爷爷，生怕这出海的好生意不带上他们。可是这船迟迟不归，村子里的人就都露出人性的丑恶。这言语里的排挤不算什么，甚至有人暗地里动起了手脚。我那冲动的二叔差点就跟别人打起来。我父亲一直坚信爷爷的本事，相信他能够回来，所以啊，拉住火爆脾气的二叔，默默地忍受这一切。这村子也派出船去寻找过，但是当初爷爷为了保密，海捞的地点他是谁都没告诉，所以这犹如大海捞针的寻找自然也是毫无意义。2个月过去了，村子里面的人基本上都已放弃了，甚至就连一直坚信我爷爷会回来的父亲也开始动摇。他每天都去码头上对着大海祈祷，期望爷爷能平安的回来。也许是海神听到父亲的呼唤，出海这船在一个暴风骤雨的夜晚终于回到码头上。这村里人都跑去看啊，这船上没有一条鱼。爷爷和一群青年抬着几个箱子就往祠堂里跑。他们人人带着伤，有些人看起来伤得还特别严重。而这出海的人也是少了3个。爷爷也没说是什么具体原因，就是说啊，是不小心淹死的。箱子全部被打开，里边是各种各样的金银珠宝。众人被眼前这一幕给惊呆了。二叔头一次见到这么多宝贝，忍不住就冲过去抱着箱子，忘我的喊着发财了。那可是丑态尽出，看起来也是十分的可笑。站在一边的李大富就出口嘲讽：哟，这就这点宝贝，你是觉得发财了呀？呵，我们这没拿回来的多着呢。说完，他自觉失言，赶紧闭上嘴。爷爷走过来，狠狠地瞪他一眼，对着二叔喝道：别在这儿丢人了，赶紧滚蛋，该分饱了。村民连夜就把他们给瓜分了，死人的那3家多分了一半。在金钱的诱惑下，死人的那家里啊也不再有什么意见。所有人悬了2个月的心也都安然落地，幸福就像这财宝一样沉甸甸的。村子里张灯结彩好几天，那比过年还热闹。爷爷也是再次出足了风头，但是就好像约好的一样，这所有从船上下来的人都对海上的经历以及财宝的来源闭口不提。我就记得呀，回来那几天爷爷总是怪怪的，没事啊就看着大海发呆，眼神极其空洞，好像热闹的时候喜悦的样子那都是装出来的。
果然，奇怪的事儿还是在分完财宝以后接二连三的发生。最开始是跟爷爷出海回来的李大夫，早上起来就被人发现死在海边。他那死状十分的恐怖，这肚子高高的鼓起来，甚至都能看见这肚子皮肤下的青筋。要是有人轻轻的戳一下，估计这肚子就会爆炸。李大夫是喝海水撑死的，海水又苦又咸，就算是没见过海的人都知道这东西是不能喝的，喝了肯定会中毒。但是靠海生活的李大夫却喝得肚圆腹饱。接着，这次跟爷爷出海的人都相继得了怪病，病症有轻有重，但是都是忍不住喝海里的海水。有的意识还清醒，让家里人捆住自己，但是有的就没有了意识了，只有对着海水的疯狂渴望。这些人因为对海水的渴望变得极其暴躁，一个个都仿佛成了野兽一般。邻居王大爷就已经变成野兽了，一头发狂的野兽。我见到发狂的王大爷时，那被吓得发了好几天的烧。王大爷被粗大的铁链子拴在柱子上，他就蜷缩在一个角落里瑟瑟发抖，嘴里边还发出奇怪的声音。王大爷啊，你怎么了？我叫他一声，就看到他身子哆嗦一下，立马跳起来。等我看到他全身的时候，我整个人都被吓得无法动弹。这王大爷完全是变了个模样，他的肤色变得惨白，甚至发绿，眼睛里的瞳孔缩得非常小，几乎是变成一个红点儿，嘴里边不断地流出墨绿色的汁液。此时他已经骨瘦嶙峋，肋骨和脸上的锁骨几乎要刺破肉皮露出来，要是不仔细看，完全就看不出这是原来那个王大爷。我这腿就像灌了铅了，完全拔不动了。王大爷变得非常暴躁，对着我是大吼大叫，嘴里似乎在大声地喊着：“给我水，我要喝水。”突然，一股力量就把我从后边抱起来。我缓过神，抬起头一看，是王大娘。她就告诉我呀，赶紧回家去，这是要变天了。我看着她红肿的双眼，心里五味杂陈，心里就想啊，这些出海的人这都怎么了呀？短短1个星期，这些人都是相继的海水中毒死去，这死相难看，甚至恐怖。爷爷可能就是因为体质好，虽然也喝了些海水，但人的思维还很清晰，没有像王大爷一样发狂。随着爷爷对海水的渴望日益增加，那头发全部掉光了，牙齿也是掉的只剩下前边几颗，脸部的骨骼棱角也是越来越分明，眼睛也浑浊起来，直到最后就完全变成中间的一个红点儿。这时他已经认不出谁是谁了，几乎完全变成王大爷的可怕发狂的样子。父亲也不得不把爷爷给锁起来。结果当天夜里，爷爷挣脱铁链跑了出去。家里人迅速去海边找发现爷爷就趴在海水里一动不动，正在贪婪地喝着海水。10几个人动手，这才把爷爷弄回家里边。接下来的2天，爷爷也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，那身体变绿不说，竟然就开始脱落白色的皮屑，皮肤也是变得僵硬不堪，直到最后干硬的龟裂，竟然变成一块块的鳞状物。到这最后时刻，大概是回光返照，爷爷清醒了很多，就把全家人都叫到他跟前儿，听他奄奄一息地说出遗言：答应我，千万不要再去那地方，太可怕了。
孩子，把箱子里的财宝都收集起来，丢到海里边，可是千万别再碰它们了。我们就是不该拿这些东西啊，这都是海神的东西。拿了海神的东西了，就只能用命还。这到了最后啊，爷爷不断重复着要父亲把这黄金都丢到海里，声音就逐渐的断了。给爷爷操办完后事儿，父亲就通知村里的人拿出所有的财宝重新丢回海里。因为这个，父亲还和二叔争论。二叔性格张扬，天不怕地不怕的，坚持要留下财宝。但是父亲已经是一家之主，二叔的反驳意见在父亲面前是毫无力量。因为怪病的先例，那全村的财宝就被都扔回到海里。从此在这村子里边就没人再得这种怪病了，村子也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但是这种怪病的可怕还是让人们心中有着一片的阴云，久久不散。爷爷死后几年，仍然是有零星的人得这个怪病，那都是有人想投机取巧，去海里摸扔掉的财宝。但是只要接触到财宝，必然会生怪病暴毙。渐渐的也就没人再去冒这个险了。父亲对于爷爷的死一直很自责，爷爷打小最重视父亲，父亲一直觉得如果当时能劝爷爷不出海，或许爷爷就不会死了。这村子里的人十分忌讳，出了这么多人命也害怕那怪病缠身，大多数就放弃了在小渔村生活，远走他乡。渔村的生活并不好，勉强能够温饱。父亲又是一个爱面子的人，所以他就决定重拾爷爷留下的这门手艺。二叔整天无所事事的，也被父亲要求加入进来。可是爷爷走得早还没把一身的本事传给父亲和二叔，而且他们俩也没有遗传到爷爷的一身好水性。虽说是带着爷爷留下来的吃饭家伙，可是天赋这东西，这真不是后天能弥补的。很快，父亲和二叔就组建了一支小小的出海队伍，但是出海几次收获甚少，往往还得捕捞些鱼虾来贴补家用。没有办法，他们就只能找村子里其他的海捞子帮忙。那时这村里的海捞子也没剩几个了，父亲找到跟爷爷一个辈分的海捞子李海龙，希望他能加入队伍一块儿出海。这李海龙已经年近60了，身体虽说是健朗，但却很少下海捞金了，也并不想答应父亲。可是耐不住父亲百般恳求，父亲还提到当年爷爷曾经救过他的旧情，李海龙这才勉强答应。但是他有一个要求，就是只负责找沉船，绝对不再亲自下海打捞。那父亲想都没想就答应了，毕竟李海龙年岁大了，再让他下海也不合适。1984年9月15日，海船出发了。这次船上除了以前的人员和李海龙，还多出一个女人，那就是我的母亲。本来按照以往的规矩这船上是不能带女人的，因为女性阴气重，再加上女性生理期的时候会见红，这对出海来说是非常不吉利的。可是我母亲听说父亲又要下海捞金，担心不已，强烈要求上船，不然就跳进海里。那父亲没办法，就只能让母亲上了船。李海龙脸色落下来，声色俱厉地说道：这船上不能上女人，你不是不知道，出海可不是儿戏万一出点什么岔子，这就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。呵，我看你也别捞金了，赶紧卷铺盖回家算了。
你爹当年可没你这么不懂规矩啊，怎么教出你这么个儿子？你这老婆上船，那我就下船，你自个儿看着办吧。这父亲被说得哑口无言，母亲也是被吓住了，灰溜溜的就回去了。这船漫无目的的在大海上行驶着，父亲是船长，王大明掌舵，二叔是大副，赵老三和赖光明是水手。这船虽然不大，但是人们各司其职。这一路上，父亲和二叔是瞪大了双眼往这水底下看，海水清澈见底，除了游鱼，并没有任何沉船的踪影。他不禁看向李海龙，希望他能提出一些建议。可是李海龙闭着眼睛，仿佛完全就没有兴趣。这船又航行了大半日，还是没有任何的收获。父亲急了，对着还在闭目养神的李海龙说道：海龙说，咱这都出来一天了，什么都没看着啊，您倒是给我们指条明路啊。李海龙睁开眼睛，神神叨叨地说道：你父亲没教过你吗？你在这近海处转悠什么呀？再怎么找也不可能找到宝藏，早给人家捞完了。要想找宝藏啊，只能去深海，而且是越是凶险的深海，那宝藏越多，不然那船是怎么沉的呀？父亲这时恍然大悟，难怪自个儿前几次都没捞到东西呢，原来是这么个原因。船帆张开，就迅速地向着深海前进。7、8天之后，到达一处父亲从没到过的海域。那李海龙也站起来，一双浑浊的双眼紧盯着海面。父亲和二叔也是跟着看了看，可是这边已经是深海，这水深都在100-200米以下，他是什么都看不着啊。一切的希望就寄托在李海龙身上。父亲为了让李海龙看得清楚，他把这船控制的是又慢又稳，但是这么做的后果就是一天也没走多少海里。就这样又航行几天，那船上的物资渐渐不够用了，再往前走就可能回不去了。父亲进退两难，看着李海龙已经戴上防水眼镜，把这头伸到水里边查看了，他又不甘心就此返回，只能继续前进。又是一天的航行，还是没有任何的发现。父亲抱着不能空手而归的想法，就下网捞了些鱼，可是没想到竟然意外地捞到一条3米多长的龙王鱼，也就是人们现在常吃的带鱼。只不过这么大的带鱼，那父亲也没见过。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卖了它，可是这次出海他就没想着捞鱼，所以这船上并没有保鲜的冰块，就只能忍痛吃掉了。就在割破带鱼胃的时候，这父亲就摸到一个硬物，拿出来一看，发现是一块石头，他也没在意随手就准备扔了。等等，别扔！这李海龙突然冲过来，一把抢过父亲手中的硬物，用海水洗了洗。只见一个晶莹剔透、绿意盎然的玉扳指显现出来，那父亲都惊呆了。虽然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可是凭感觉就知道这玩意儿很值钱。李海龙拿着扳指仔细地端详半天，这应该是清朝的碧玉扳指。虽然不是官窑的，但也能值点钱。那父亲兴奋不已，想马上返航卖掉这个扳指。李海龙却拦住父亲：这龙王鱼不擅长游泳，一般就是在出生地附近游动。看这扳指的色泽，似乎是刚吃进去没几天，咱们在这附近海域找一下，
也许能有点其他的收获。父亲不以为然，这宝藏哪儿那么容易被发现呀？这次就是运气好罢了。结果呢，也就如父亲所料，附近这片海域转悠大半天了，也没有任何的发现。父亲就逐渐的失去耐心，打算返航。可是就在这时，一直把头伸在海里的李海龙似乎发现什么，猛地抬起头来，对着父亲大喊：停船！父亲就指挥水手降帆，这船慢下来，几个人合力把船锚丢下去。船终于不动了，李海龙又把头伸进去，这次时间很短，他直指下面。这下边绝对有东西，我看到有东西在闪。这不是沉船也差不多了。父亲兴奋不已，连忙安排船员下海。二叔首当其冲，换好潜水服，抱着一块石头，第一个就跳下去，剩下的3个船员也都跟上。父亲没下去，而是负责控制几人的氧气管。这是南海的海捞子创造的一种独特的海捞方式，不必使用任何先进设备，就是用一根氧气管子就可以完成下潜100米深的地方海捞。这种潜水海捞的方式被海捞子们称作下氧。这下氧虽说简单，可是危险却是很大，长期使用会导致体内氮积聚而患上减压病，如果浮出水面的速度过快，甚至会血液喷发，血管爆裂而死。如果氧气管道出了问题了，死在海底几乎就是肯定的事儿。所以啊，掌管氧气管道的父亲也同时握着好几个水下人的命脉，稍有不慎，那就是尸骨无存的下场。随着氧气管道慢慢下水，那父亲也是紧张起来，担心这水底下会出什么意外，又害怕海底什么都没有。时间飞逝，眼看这氧气管都快下到头了，众人还在下潜。这父亲心急不已，就想把他们都叫上来。好在管子终于是不再动了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水下终于有了动静。父亲知道这是最关键的时候，他紧紧地盯着水面，满头的大汗，期待着能有所收获。二叔第一个游上来，看着满脸期待的父亲，他咧嘴一笑，这手从水底下拿出2个青花大碗。父亲伸手想把他拽上船，二叔却把碗递给父亲，说出一句让人心惊肉跳的话：我是怕你着急就先上来了，下边东西还多着呢，他们几个还在捞呢，你啊管好氧气就行了，我下去了啊。说完，二叔就又钻进海里。就这样，几个人轮番下水，一直忙到下午3点，这才打捞完毕。只见甲板上摆满着各种各样的陶瓷文物，只不过啊，有些已经破损了。父亲在他们里边挑挑拣拣，把这好的坏的做一下分类。李海龙见多识广，他就认出这些瓷器的来历，这正是当年中国出口国外的瓷器，他们也管这种瓷器叫做海捞瓷。这些瓷器呢，虽然不能与官窑精品瓷器相提并论，但也有着与生俱来的历史背景，从中能够真切反映出那个时代，尤其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信息。这瓷器上的图案也跟官窑大相径庭，在这上边看到了中国式的亭台楼阁，也看到了西洋的别墅，看到了中国的牡丹，也看到了欧洲的郁金香，看到了景德镇的制瓷图，也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摆设。父亲对这些并不感兴趣，他就是想知道这都值多少钱。可是李海龙也给不出答案，说只能回去卖掉才知道。就在这时，船员赵老三从一个花瓶里倒出来几个白里透红的东西，一个个鸡蛋般大小，
他以为这是什么宝贝呢，犹豫一下就往兜里揣了一个，其他的赶紧拿来给父亲报告。父亲伸手接过来，触手冰凉，还有点黏糊糊的。他拿出其中一个捏了一下，软软的，还很有弹性，就跟弹力球一样。正准备拿给李海龙看时，突然就发现里面的红色东西似乎动了一下。他再捏，再动，呵，这下他吓得赶紧扔在甲板上。白色的外壳破裂，就跟水一样洒在甲板上，而里边那红色的东西也露出它的真面目。这竟然就是一只小鱿鱼。只不过呀，和普通的鱿鱼不同，这只鱿鱼眼睛奇大无比，而且似乎还是幼年体，但是已经有乒乓球大小。这只不过离开白色外壳的保护，这只小鱿鱼在甲板上蹦跶几下，这就死了。李海龙也发现这东西了，蹲下身子查看片刻，而突然脸色大变。他抓起这小鱿鱼就扔到海里，然后对着父亲吼道：还有没有这个东西了？赶紧全都扔到海里边去！这父亲愣了一下，可是看到李海龙惊恐万分的样子，他也害怕了，赶紧就把手中剩下的卵全部扔进海里。快看看那其他的东西里边有没有这东西啊，有的赶紧扔了。众人都愣住了，也没有听李海龙的话，而是把头看向父亲，等待着父亲决断。那父亲也不知道李海龙为什么这么紧张，可是看他那样子也没有想解释的意思，心想这为了几颗没用的卵也没必要跟李海龙闹翻，他就吩咐大家从这宝藏中找出这种卵。这众人一番忙活，又从其他的物件里倒出了10几枚，都被李海龙亲手扔到海下边。赶紧开船，越快越好！李海龙大声地催促着。父亲不敢怠慢，赶紧升帆起锚。一股大风袭来，这船加速行驶，足足过了3个多小时，李海龙才说可以慢一点了。二叔早就受不了李海龙这一惊一乍了，就走上前抓着李海龙的领子说道：李老头啊，别看你帮我们找着宝贝了，你就以为我们就听你使唤了。今儿你要说不出个1、2、3来，我非得让你脑袋开花儿。李海龙使劲挣脱二叔的手，你这小子脾气还跟当年一样的倔，我让你们丢了那自然是有道理，你们知道那什么东西吗？你真当我们没见过世面啊？这不就是鱿鱼卵吗？只不过大一点儿。二叔不耐烦地说道：这哪是有点大呀，那可是非常大呀。普通的鱿鱼卵最大的也就指甲盖大小，这个比普通的卵大了得10几倍了。我看啊，这就根本不是鱿鱼的，而是传说中的大王乌贼的卵。告诉你啊，这种乌贼体型硕大无比，那最大的长到20、30米，好几吨重。它们性情残暴，能跟鲸鱼搏斗。这些年啊，有不少的船都被他们拖进海底，尸骨无存。而且据说对后代是十分的照顾，要是有人敢碰他们的卵，一定会对他疯狂的报复。哼，你个老头子还没完没了了，一个大点的鱿鱼卵，这让你吹的。我看啊，你也不用干海捞子了，干脆说书去吧。父亲这时把船停下来，走过来狠狠地瞪了二叔一眼，这才对李海龙说道：海龙叔，我相信你的判断，海上航行嘛，那本来就讲究平平安安的，小心点儿准没错。李海龙欣慰地点点头，这才像句人话。不过咱们已经开了这么远了，应该是没啥事儿了。这众人就松了口气，
继续对着这一船的宝贝挑挑拣拣，可是谁都没注意到，可能就连发现卵的赵老三本人都已经忘了，还有一枚卵静静的就躺在他兜里。这船又航行了半日，夜色降临，船停下来，一天的忙碌也让众人疲惫不堪，很快就沉沉的睡了过去。到了后半夜，父亲被一阵急促的尿意憋醒，他迷迷糊糊的站起来，走到船尾，打算去解决一下，可是没想到刚解开裤子，就发现这水面似乎很高啊，就好像海面上涨了。他摇了摇头，也没在意，正准备继续时，这才反应过来，这他妈是大海呀，水面怎么会上涨？他就急忙趴在船尾往下看去，发现这哪是海面上涨啊，明明是船在下沉。父亲大吃一惊啊，急忙叫醒沉睡的众人，大声的呼喊：是不是哪儿漏水了呀？这一时众人手忙脚乱，四处检查，却没有任何的发现。既然这船没有漏水，可是怎么会下沉呢？抱着这个想法，父亲打开手电，往这船底一照，呵，他这就看到他平生最难忘的一幕。只见几只红色的巨大触手正牢牢地吸在船深处，慢慢地把这船往海里边拉。其他人也发现这个情况，纷纷地拿出手电在下边照。这触手的主人也是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，竟然是一只身长20几米的红色大乌贼。那父亲吓得肝胆俱裂，急忙招呼众人拿着东西打这些触手，希望能把这些触手打掉。可是不论众人如何打击，这些触手就跟长在上边一样，根本就无法撼动。眼看着这船越来越往下沉，众人绝望了，放弃挣扎，闭目等死。他们这不是不想逃跑啊，只是在这浩瀚无垠的大海上，要是离了船，这是必死无疑。这时李海龙似乎想起什么，抓住父亲拼命地喊：这还从来没听说过大王乌贼会晚上袭击船只的，一定是还有卵在船上，到底是谁拿了？父亲也知道这已经是危急关头了，冲着众人就吆喝：这谁拿了卵？赶紧叫出来！你想让我们一船人一起陪葬啊？赵老三这时站出来，哆哆嗦嗦的从兜里掏出那个已经被压扁的卵。哎呦，这我当时以为是个宝贝呢，就揣了一个，这没成想是个祸害呀！李海龙冲过来，抓起那枚卵就远远地扔了出去。随着卵的离开，船的下沉突然停止，那些个触手也慢慢地从船身滑落。这大王乌贼终于离开了。父亲顾不得开心，赶紧起锚升帆，一口气开了4、5个小时，这天都亮了。大王乌贼并没有跟上来，他们安全了。又航行了接近10天，这船总算是靠岸了。父亲也终于松了口气儿，把这次所得按以前的规矩分了。当然，这赵老三因为犯错，就分到原本的一半，他也没什么怨言，毕竟这次的收获太大了。这为了以后能更安全的出海，父亲和二叔就变卖大部分的宝贝，再加上爷爷留下的积蓄，购买了一艘30米长、5米宽的100吨级远洋渔船。这船的好处啊，就是带着制冷设备，而且装有200马力的发动机，出海1、2个月都不成问题。毕竟这海捞可不是每次都能遇到的，这为了保证每次不是空手而归，打鱼也是无奈之举。随后几年，父亲和二叔就常年出海，只不过收获却是越来越少，大部分就是捞些鱼罢了。因为这些年有更多的人盯上海捞这门能一夜暴富的行当，
他们有着更专业的设备，能下潜几百米深的海底，所以父亲他们每次好不容易发现的沉船，这下去打捞时都被人家给捷足先登了，只能捞些人家不要的残次品回来。那时我也已经20多岁了，身上的天赋也慢慢显露出来，就跟我爷爷一样，我是视力超群，再细微的东西也逃不过我的双眼。这水性就更不用说了，游个10几海里，这就跟吃饭一样简单。我不用带任何换气的东西，潜水就能憋好久。村子里的人都惊讶于我的能力，他们说我比我爷爷的本事还大。我既然有这样过人的天赋，心里边就开始琢磨着，什么时候我能帮帮父亲啊？而在一次收拾爷爷遗物时，我就意外地发现了一张海图，这里边勾勾画画的什么都有，最显眼的是一个红色的叉，那上边歪歪扭扭的写着几个小字，我凑近一看，竟然写的是什么宝藏之类的。我就赶紧把这幅海图交给父亲，父亲也是大吃一惊，仔细查看之后，他认定这就是当年爷爷去捞的宝藏的位置。但是当年那些个怪病可是让父亲想想都心有余悸，而且爷爷走之前再三地告诉他不要再去那个地方，所以他把海图收起来，而且告诉我千万不要让二叔知道这张海图的存在，否则必出大事儿。我虽然听从父亲的意见，但是内心里却有些不以为然。毕竟爷爷死的时候我还小，根本就不知道那怪病的可怕。父亲也是答应我一起出海的请求，我兴奋不已，想着靠我这天赋，肯定能让父亲他们摆脱每次只能打鱼的命运。想法很美好，可是现实却很残酷。在我的加入下，发现沉船的概率确实提升不少，但是基本上那都是人家打捞剩下的，收获还是寥寥无几。在一次出海归来之后，我拉着郁结的父亲和二叔喝酒，这次不光是没见着沉船的影子，就连鱼都没收获多少。这样的心情下，我们是越喝越上头，我就忍不住的抱怨，当年爷爷出海那多风光啊，每次都能收获满满，这怎么到了咱这儿，别说饱了，那鱼都捞不到，难道说咱比爷爷差那么多吗？二叔也跟着说道，这哪是咱不行啊，是这狗日的世道，以前这海里便是沉船，现在上哪儿找去啊？都被人家给捞完了，要是能有个宝贝多的，咱也一定能捞上来呀。怎么没有啊？我有爷爷留下的海图，那上边就有宝藏的位置。这父亲咳嗽一下，嘴上说着我喝多了，拉着我就往外走。二叔跟上来，拽着我就不让我走。那啥，小海你跟我说清楚，什么海图啊？是不是当年你爷爷最后去捞那地方？父亲使劲就掰开二叔的手。你怎么就是不长记性啊？当年爹死的多惨，你忘了？还惦记那地方？你这小命不想要了是吗？二叔听了之后嚎啕大哭起来，边哭边叫着，我要这贱命还有啥用啊？爹当年死的是不明不白的，咱就只能在一边看着，这现在好不容易有线索了，你不想去了？咱这林家人可不是孬种，我去。说完跌跌撞撞的就向着海船跑去。父亲埋怨的看我一眼，也是跟上去，好说歹说这才把二叔劝回来，但是也只能答应二叔，装备齐全了这就出发。1993年10月14日，海船出发了，这次只有我们3个人。其他的船员听说了，说这父亲想去探寻爷爷患病的真相，那自然就都不敢跟过来。父亲也没有强求。
父亲走之前去找了年近70的李海龙，他得知父亲的想法也没劝阻，只不过呀，李海龙在父亲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：小心你们自己。这弄得父亲莫名其妙啊，他就把这话告诉我和二叔，我们自然也是不明所以，就当这李海龙是老糊涂了。船顺利的出发了，这艘船相比之前又升级了不少，靠我们3个人也能轻易的操控船只，而且也用不着再看风向了。按照航海图的路线，这船飞速的行驶着，二叔和父亲轮番的开船，10天之后就到达南沙群岛附近。而通过海图得知，还得继续向南行驶，又航行了5天，这眼看就要到达中国海域的最南端曾母暗沙了。看着海图，父亲才说道：就是这里。我跟二叔对视一眼，满脸不可思议。这里这海水太浅，看起来啊就是20-30米深，要是真有什么宝贝，这不是早就让人家给捞走了吗？父亲也知道这个情况，但是来都来了，怎么能不找呢？抱着这样的想法，我们就围在这附近转了几10海里，还是什么发现都没有。眼看着天色渐暗，我们就回船舱休息去了。连续几天，我们把这附近上百海里的地方转了个遍，还是没有任何的发现。这二叔嚷嚷着要回家，说这海图是假的。父亲也觉得可能自己判断错了，就答应第2天启程回去。第2天一早，我这还在睡梦中呢，就被父亲摇醒。他一脸严肃地告诉我，起雾了。我这大吃一惊啊，不是，这季节怎么会起雾呢？一般啊，南沙只有1月到5月才会有海雾，而且一般都是发生在沿海地区，这从没听说过这个时间段能起雾的。我走到甲板上，向这海面上看去，这明明天都已经大亮，可是天空还是灰蒙蒙的，而且这雾气十分的浓郁，能见度也就是4-5米，就连船头我都看不清楚。这时这船肯定是无法行驶的，因为这地方有暗礁也有明礁，这如果没有海雾还可以躲避，可是这么大的雾，这船要是开起来绝对会触礁。父亲也没有着急，以他的经验，只要太阳一出来，这种海雾几个小时就散了。然而事情却没有像父亲想的一样顺利，连着1天，这雾非但没有消散，反而越来越浓。我们坐在一块儿吃饭，这都看不着对方了。就这样足足过了3天，这雾还是没有消散的迹象。这二叔就急了，这本来就没有宝贝，还被困在这儿，他就催促着父亲开船，说啊，小心点，准没事儿。那父亲也知道这不能老这么等下去啊，船就慢慢的行驶起来。二叔跟我一个人看着船头，一个人看着船尾，一有情况就告诉父亲。父亲凭借着精湛的技术躲过一个又一个礁石，那看得我心惊肉跳的，又庆幸不已。就在我稍微有点放松的时候，我就感觉这船身好像是撞到什么东西。这船停止前进，我的身体因为惯性往后退了几步，一屁股坐在甲板上。我去，这他妈触礁了呀！二叔惊恐的声音从船头传来，父亲的声音接着响起：老二，赶紧跟着我下海，看看啥情况。扑通2声，父亲和二叔就跳进海里，我这心直接凉了。我们这么小心，竟然还能触礁，这下肯定是死定了。这船一会儿就得沉没，这沉没的船会带起巨大的漩涡，如果一会儿不跳船逃生，我们估计啊都会被这漩涡带到深海中。
就算是逃生了，在茫茫的大海上遇见另一艘船的几率几乎为零。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，二叔的声音模糊地传来：“妈的，没触礁，这水看起来也就是2米深，搁浅了。”我这直接懵了，这附近根本就没有陆地呀，我们才航行了这么一会儿，难道已经到南沙群岛了？这时父亲的声音也响起来：“小海啊，下来吧，这边有个岛。”我这犹豫了一下，回船舱里拿出了一把防身的小刀，就下了船。游了没几下，这水确实越来越浅，一会儿就走到岸边，父亲和二叔都已经在这儿了。走吧，咱研究一下，看这岛有没有啥吃的，天天吃干粮，嘴里都淡出鸟了。二叔就率先向着迷雾里走去，父亲抓着我也跟上来。走了10多分钟，这才发现这个岛屿除了岩石是什么都没有，就连一棵树都没有，四周静悄悄的，没有任何动物的叫声。我有点害怕呀，拽了拽父亲，提议回到船上去。父亲犹豫一下，可是看到二叔还在闷头往前走，就摇了摇头。我这心里边有点害怕，但还是跟上了。又走了几分钟，地势渐渐的往下，我伸手往旁边摸了摸，全是岩石。这越往下走越阴冷，似乎是走向一个洞穴了。我就不停地催促二叔和父亲回去，但是不知为什么，平常温柔的父亲竟然回头骂了我，让我不要多嘴。地势渐渐平坦，雾也没有那么多了。我抬头看去，好像头顶是什么能发光的岩石一样，照亮前进的道路。我也看清了这所在的方位，似乎是一个地下洞穴，四周都是岩石，上边画着各种图案，大部分就是人面鱼身的形象，他们在向着一个有9个头的海怪参拜，旁边还有一些人在唱歌，更远处似乎画着一些小人儿正在打仗。我摇了摇头，觉得这可能就是原始人画的吧。这时我们就走到一个石门前，这石门半掩着，看起来很重的样子。二叔二话不说，侧身这就钻了进去。我也准备进去，却被父亲拉住了。父亲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石门旁的水潭，突然说了一句让我毛骨悚然的话：“这你们3个怎么在这儿啊？这么多年没回村子，我以为你们死了呢。”说着就把我拉到身前，对着空无一人的水面说道：“这我儿子李小海。哎，小海，这是你王叔、李叔、赵叔，以前他们呢就经常跟着你爷爷出海。”我这直接吓傻了，使劲地摇着父亲的身子，大声地喊道：“不是爹啊，那儿可啥都没有啊，你可别吓我呀！二叔，你快出来，我爹魔怔了。”父亲也没理我，二叔也没出来，拉着我一步步地向着水池里走去。这眼看着水越来越深，我急中生智，掏出小刀对着父亲的手心扎了一下。父亲吃疼，松开我的手，我就赶紧跑到后面，一把抓住父亲的头发，使劲地往水里按去。父亲连着呛了几口，终于清醒过来。他这看着自个儿竟然差点拉着儿子淹死，也是吓出了一身的冷汗，心有余悸地看向水潭。他知道这是遇到水鬼了。这水鬼是中国民间传说中的一种水里的鬼怪，指的是人意外死亡在水中，或者在江河湖海里自杀，且不能投胎转世而留下的鬼魂。他们就暗中游荡在水底，之后将活人拉下水淹死，做他们的替死鬼，而后自己就可以投胎转世。而这些水鬼竟然是之前爷爷那次出海没有回来的3个人。
这不就说明我们这时找对地方了吗？父亲这时才想起来二叔不在，看了我一眼，我冲着门后指了指，父亲也拉着我就钻了进去。这一开门，我们就被眼前的一幕给惊呆了。只见里边是一个巨大的石室，看起来空空如也，只有中间竖立着一个巨大的石像，这是雕刻着一头9个脑袋的怪兽，栩栩如生，做仰天咆哮状，让人望而生畏。我看着这怪兽越看越眼熟，忽然想起来，这不就是石壁上那头怪兽吗？父亲看了一眼，也就没再看了，而是拉着我绕到雕像后面，找到一条楼梯小道，笔直向下，我们就走了进去。结果就被眼前这一幕闪瞎了眼睛。只见这里边似乎是一个更大的石室，里面金碧辉煌，竟然是堆满着宝藏。二叔正在其中，一个箱子接一个箱子的打开，露出里面成箱的金银珠宝。父亲也是激动地走过去，看了一下箱子，发现这正是我爷爷当年带回的宝物箱子。父亲招呼我一声，也加入二叔的狂欢。这俩人把这箱子一个个打开又关上，好不快活。可是我隐隐的就感觉哪里不对劲。从进入这个石室开始，就有一种被人注视的感觉。但是石室四面封闭，这不像是有其他人的样子。这时，我就突然听到一阵优美的歌声从四面八方传来。我这心里边一惊，冲着还在打闹的二人喊道：“不是爹啊，二叔啊，这感觉不对呀，咱赶紧出去吧。”父亲和二叔就像没听见我的话，越来越兴奋，到最后竟然互相殴打起来。这没一会儿，俩人就鼻青脸肿，两眼通红，还是不罢休。我就越来越感觉不对呀，正准备上前拉架时，一阵歌声袭来，我竟然控制不住自己，掏出小刀，向着父亲他们冲过去。就在这危急关头，李海龙的话在我脑海中显现出来。他说：“小心你们自己。”难道你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吗？我拿起小刀，冲着大腿根就狠狠地扎了一下，一股剧痛袭来，也是让我清醒不少。我就冲过去，一拳一个，把还在殴打的两人都打晕了，一个一个的背了上去。就在我背着二叔上台阶的时候，无意间就看到楼梯间似乎是有着3具白骨，他们衣衫破烂，上边隐隐的还有干涸的血迹，胸口上依稀能看到以前爷爷船队的标志。这正是之前死去的3个人，他们不是被淹死的，这看起来更像是被活活打死的。出去的时候，我就看到另一侧的壁画，上面画着那些人面鱼身的人在宝藏里放了一些9头怪兽的尿液。不管是谁碰触这些宝藏，都会得那种恐怖的怪病，身长鳞片而死。爷爷的死亡真相终于揭开了，父亲和二叔也是清醒过来。我告诉他们底下的一切，我们就急忙跑出洞口。这时发现外边的雾气已经散去，也看到身处的位置，竟然这是一处方圆不过1里的小岛，上面光秃秃的，什么都没有。潮水涨起来，我们就赶紧上船，发动船只。我回首看去，只见那小岛随着海水的涨幅渐渐的没了踪影。回到家以后，父亲和二叔就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，再也不做海捞子了，以后还是本本分分的做渔民吧。这事到如今啊，海捞已成历史，个人打捞沉船已经属于非法，这海底下的文物沉睡在海底，还在等着被人发现。